你进幻境了，在幻境中受的伤。是。你进入的是华胥幻境。如果真的如你所说，我的真儿还活着，为什么他在那里会完全不认识我？为什么他让人追杀我？这说明他已经完全掌握了华胥引，成为了知幻师。知幻师究竟是什么？原本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2种人可以进入幻境，一种是知幻师，另一种就是守护者。知幻师通过弹奏华胥引，让人进入华胥幻境。幻境是由听亲人的记忆和欲望为基础构建而成的。知幻师不仅可以自由出入，而且通过改变幻境操控人心。只要听亲人愿意，他们就可以停留在幻想中，而现实中的肉体就会长睡不醒。那另一种人呢？有知幻师。的人，只要活着就能找到他，可是我又不敢相信。一旦我认为他真的活着，而到最后我却发现，其实都是假的，我没有办法再次接受他已经死的事实。所以你宁可用死亡来逃避，却不愿意抗争去发现真相。我就是个懦夫。如果让恐惧毁灭一切希望，那我们就真的死定了。不仅从这个世上，更从我们自己的内心。我们不能臣服，臣服就是最终的灭绝。我要试一试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要试一试。他没有子嗣，按律唐国由主上接管了。有什么好恭喜的？做到这一切的是那个丫头。姑姑应该恭喜自己，华胥引终于为姑姑所用了。我一番苦心，难道主上还不懂吗？好了，姑姑，如今你所要的，我所求的，都得到了。我也说过，会按照姑姑的意愿行事，放心。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去给公主上坟。我跟你一起去。真儿，我来看你了。你一定怨我，为什么这么久才来看你？是阿明错了，阿明失信于你，对不起。哎，苏宁，别看了，回去吧。我想跟真儿说说话。苏宁，你为什么要拦着我？我只是想跟真儿说说话。听我的，回去吧。你为何要这般阻拦？
文昌公主的墓被盗了。被盗了？真儿才死了多久？你们连他的墓都保不住吗？苏宁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你说话呀！被盗的是公主的尸体，我怕你伤心，所以没告诉你。怎么可能？来我这儿干嘛？少爷，自从到了魏国，您都没有去看过柳姑娘。我知道了。少爷，我说我知道了。少爷，柳姑娘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吃过东西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她这么柔弱的身子恐怕就撑不下去了。几天几夜没吃东西？她在干什么？你们怎么不早说啊？这。七七，更深勿重，你穿这么单薄，万一着凉了怎么办？日日思君，不见君。我知道，这几天是我怠慢了你。我这刚到魏国，事务繁忙，你要谅解，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也不能时时陪在你身边，是吧？七七知道，将军还在生七七的气。那件事，我们就不要再提了。七七，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。你在我心中一直是个善良美好的女子，我不希望你改变。好了，你没事就好了，早点休息。
琪琪，别这样。琪琪，别这样。我明白你的心意，但是现在我们不可以这样。我答应过你的，我会做到，琪琪。但是你要给我时间，好吗？早点休息。少爷，少爷，您的腰带落下了。啊，大夫人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不要动，我们在给你疗伤。疗伤？这棵生命树是要以人的能量喂养，可生命树的触须却可以治疗重伤，以命换命。以他人之命换取自己之命。是，想要活着，你就要付出更多的生命。这是无因果残酷的生存规则。那也不能用你们的性命来换。你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必须这样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过来！生我重燃，生我重燃。女儿没死，女儿没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给我找出来！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找出来！六姑娘，你不能总待在宫里，要多出来走动走动，让宫中的人都知道你的存在。六姑娘，你看，这里好漂亮啊，不如我们进去看一看。
这位姑娘啊，这里是谁住的房间啊？这是以前魏国文昌公主的寝宫。文昌公主，她不是死了吗？现在谁住？柳姑娘，你喜欢这儿吗？反正也空着，不如我们搬过来。哎，这个，你们最好还是请示一下夫人，她吩咐了，这儿的东西谁都不能动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柳姑娘，虽说这是夫人说的事情，不过我们为什么要听她的？夫人，这底下到底藏着什么呀？等我拿出来你就知道了。好香啊！这季节怎么会有这么浓的桂花香啊？这是我藏了10年的。却不知已是天人永隔。这桂花酿难得，你拿去给大人尝尝。是，今儿这就去。大夫人，大夫人，哎，大夫人，大夫人，你们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柳姑娘说这些是没用的东西，让我们拿走让出去。这不都是公主的东西吗？谁让你们动她东西的？回夫人，是柳姑娘。柳姑娘说这些是旧东西，所以我们才……她凭什么动这儿的东西？柳姑娘搬进去了。你说什么？柳七七，柳七七！谁准许你搬进来的？谁准许你动这儿的东西？你以为你是哑巴，你会装可怜，你就可以偷可以抢吗？你以为珊珊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就可以一直装下去？你怎么那么不知廉耻？夫人，夫人，这都是我们的错，你千万不要生气。柳姑娘只是看到这里没人住，所以奴婢才建议。你给我闭嘴！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下人跟我说话？夫人，你要是不乐意我们搬进来，我和柳姑娘就搬出去。你们把这里弄成这个样子，一句搬出去，说得何其轻松。这不过就是个住的地方嘛。你说什么？只有恶仆才会怂恿自己的主子做出这种不知轻重的事儿。你打碎了公主最喜欢的花瓶。柳七七，七七，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伤得这么厉害？柳七七，宋宁，是你干的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七七呢？我欺负他？你问问他都干了些什么？七七，到底怎么了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少爷，如敏，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少爷，其实这些都是误会。
柳姑娘自从住进这里之后，身子一直都不太好，所以我们找了看风水的先生帮忙看了一下。谁知道那先生说，柳姑娘的住处与她的八字不合。正巧那天我们路过那个小院，就想先行进来住2天，说不定那风水师说的是真的。没想到惹怒了大夫人。就这些？素年，我一直以为你男子气概，可以容得了人，可就为了这么点事情，你把人伤成这样。不错，你是这里的大夫人，你有权决定谁住哪一个院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七夕虽然没有过门，没有名分，但只要有我在，绝不允许她受欺负。我们走。他闯的是真儿的寝宫，我根本不在乎他要搬去哪里，是否得到我的首肯。但是真儿的寝宫，谁都不能动。你答应也不行。七七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知道，你今天虽然受了委屈，但是你也有不妥当的地方。真儿的寝宫对宋宁来说意义重大。虽然我跟宋宁有名无实，但毕竟她是我的夫人，应有的尊重我会给她，你明白吗？我知道，到了魏国之后，我对你有所疏忽，这是我的不对。但以后换寝宫这种事，你直接跟我说，我会安排好，就不会惹出这么大的风波了。毕竟这里是都督府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要都像你这样上行下效的话，岂不乱套了吗？明白吗？七七明白，自己只是寄人篱下，以后不敢再自作主张了。别再说这样的话了。我不知道这是谁教你的，但是这不像你了。你以前没有这么计较，也没有这么多心思，到底是哪里不对了？我是不是不该带你回府啊？没有人教我，我的心没有变，从来没变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怀念在苍梧野的日子？那时候虽然我身负重伤，眼睛看不见，一路上那么艰苦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你的坚强，你的无所畏惧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有多依赖你，没有你我根本就活不到现在。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变得不那么单纯，变得这么脆弱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你跟从前那个不是同一个人。你早点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柳姑娘，我都听见了。柳姑娘，你不可以这样下去。少爷已经对夫人越来越在意了。我真的很爱他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
这次我们该用狠招了。来人！这是什么？回公子，是夫人送来的桂花酿。桂花酿，他倒是有此闲心。这是？都督不知道了吧？这桂花酿是我们魏国的传统。未出阁的闺女在自己的娘家树下埋下一坛桂花酿，10年后桂花酿醇厚清香。如果是能与夫君一同分享，那可是白头偕老、子孙满堂的好兆头呢。人间尘外，一种含香蕊，疑是月娥天上醉。夫人，这么晚了，该歇息了。你先去休息吧，我擦完就睡。夫人不愧为大将，对这些刀呀、剑呀、盔甲呀，都当性命宝贝似的。我父亲常说，一个将领若是连自己的武器都保护不好，还有何资格保卫疆土？难道夫人还想带兵打仗？少爷会答应吗？打仗？只怕是不可能了。夫人武艺高强，就这么嫁人了，怪可惜的。哎呀，瞧我说什么呢？夫人嫁的少爷这样的当世英雄，还有什么可惜的？如果重来一次，我还会这样选吗？在这别动！哎，夫人。沈儿，沈儿，琪琪，你别这样，琪琪，不可以这样，琪琪，不可以这样，琪琪，琪琪，不可以，别这样，琪琪。
七七，大人，您醒了。我这是……大人，你已经昏迷3天了，整个朝野都着急了。大人，3天。那七七呢？七七怎么样？说，七七怎么样了？柳姑娘她还没醒。少爷，少爷，您怎么来了？七七，她怎么样了？七七姑娘为了救您身染剧毒，不知道能不能逃过这一劫。大夫怎么说？有没有请大国医？魏国最好的大夫全都来了，幸好七七姑娘自小习医，她长期服用的山草药救了她一命，让她没有立时中毒身亡。只是能不能挺过这一关，还是要看老天的造化了。快传信于我父亲，大王曾赐他百灵丹，能解百毒，即刻去取。快！是。少爷，您和七七姑娘被人害成这样，这件事您一定要彻查呀。谢谢。青儿，怎么会是你？沈岸呢？他没事吧？他没有死是不是？那就好，我就知道他不会死的。可是柳姑娘替少爷吸毒，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呢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熬过去。怎么会这样？究竟是什么人这么歹毒？查出真相了吗？夫人，您先别管那么多，您在牢里待了好几天了，一定没有好好吃过一餐，你先吃点东西吧。青儿，你别瞒我，他们是不是以为是我干的？吏部的衙役查出您送的桂花酿有毒，所以青儿知道夫人是冤枉的。夫人宅心仁厚，绝不可能做这种事。夫人放心，清者自清，少爷一定会还您个清白的。清白？他若信我，怎会关我至今？不是的，少爷一定是疏忽了。青儿这就回去求少爷放了夫人。别傻了，这件事你以为求就有用？不要再把自己搭进去了，只怕这一回我没那么容易脱身。中毒、刺客，这么短时间内就有侍卫出现，仿佛早有人警示。这一切绝不是偶然，是预谋。只是这背后的目的又是什么？沈安，你究竟会不会信我？大人，这是在夫人房内搜到的。人证物证，这下倒是全了。宋宁，此番怕是洗脱不了干系了。难道大人真的相信此事与夫人有关？越是简单看得出的道理，越有可能是圈套。此事我会彻查，切勿外传。但是夫人下毒失手，
深陷囹圄的消息已经传开。我听说，宋岩在边境集结10万大军，扬言一旦大人对夫人不利，他就要反。只怕这整件事，就是宋家兄妹里应外合，有所图谋啊！杀了我，不过是换个都督而已。他们图的是什么？大人，按照您的吩咐，这些都是在夫人房内搜到的，这些都是夫人平日里的习字。大人，夫人已经回府了。我知道了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先处理一下。柳姑娘，柳姑娘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这样总能收得住少爷的心。老话说了，富贵险中求，这话肯定没错的。少爷，夫人被中军大人带走了。我宋宁这一生，自回枪下有过无数性命，却从没暗地里伤过人。你若是不信，大可杀了我，但是不要实行来侮辱我。行刑！你敢瞒我？大人，中军大人吩咐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是我让他们拦你的。父亲大人，该说的话，父亲早跟你说过了。宋宁的责罚不能免，但也不至用刑吧？不用刑如何服众？刺杀都督是死罪，谋杀亲夫是死罪，不饶他一死，已是网开一面了。可您明明……安儿，何为大局？你以为这是家事吗？当你坐上雀霞宫的主位，你应该明白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国事。
他毕竟曾是一个将军，这些刑罚他耐得住。一旦今日过去，一切就一笔勾销。我告诉你，陈国的秘术，一切依托于圣火。你体内的圣火，虽然曾经被逼出，秘术也随之消失了，但真正的能力，并没有失去。只要你内心有足够强大的意念，就会找回自己的能力，甚至比以前还要更强大。只是眼下这种情况，我也仅仅是恢复体力而已。但是要离开无影谷，要打开被封锁的洞门，还是不行。那是因为，单凭我们的人肉之躯，是根本打不开这个洞门的。如果想要冲出无影谷，我们还要靠一件东西。20多年都无法知道这星云石的秘密。禀云公主，什么事？禀云公主，属下已按云公主吩咐前去无影谷查探。人都死光了吗？山洞内一直有声音，似乎那些人还未死绝。还未死绝，也好，那就等讲出星云石的秘密再死吧。天子一族想通过华胥引扩张权力，用星云石将我们囚禁在此。星云石有什么用？是我们的圣物。星云石现在拥有我们最大的力量，但是当年因为我一时软弱，被美色所误，所以会将最宝贵的星云石交给了君弄云，令星云石黯淡无光。所以说，没有星云石，即使我们怎么努力，也冲不出这个山洞。我们不要放弃，我深信万能神将你派来这里，会带给我们新的传记。宋宁的事，你也不必太过在意。大丈夫成事，总会有牺牲。她是你的夫人，为你受点委屈，也是应该的。天下本来就没有皆大欢喜的事，还是选择对你有利的吧。不是所有的事，都可以用利益来衡量的。家务事远比国事更让人难以决断。纳妾的事，你就再缓一缓吧。你自己。夫人的手废了。
宋宁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不祈求你原谅。事情变成这样，这一切的一切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我知道说任何话都没有办法为自己开脱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怎么样？大人说，柳姑娘的婚事先搁下。多谢。告辞。柳姑娘，你别等少爷了，他今天不会来。我今天听别人说，少爷因为大夫人把纳你进门的事情就给放下了。哎呀，这少爷也真是的，你为他付出那么多，连死都死2次了，他心里还想着另外一个女人，这可不行啊！柳姑娘，事已至此，咱们还差最后一步。
是你啊，琪琪，这么晚还不睡？天凉，小心身体。琪琪，你不懂，身体在康健，如果这里痛，比死都难受。琪琪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对不起他，我没有想到用那么重的刑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苏宁啊，你哭了。我很少见到你哭的，在我眼里，你总是那么坚强，好像什么事情都不会把你打垮。其实，你也不哭。是不是以前每一次你难受的时候都偷偷躲起来，不让我看见你这一面？你为什么那么坚强？为什么？如果不是这么坚强，如果不这样，苏宁啊，我常常觉得，我觉得在苍鹭野救我的那个人是你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。那次我一闭眼，出现在我梦中的那个人就是你。可是这样令我心里好难受。我答应过琪琪要照顾她一辈子，我不该喜欢你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你？琪琪，琪琪，我昨天晚上有没有？对不起，怎么会这样？
请。大人，他怎么说？哎，知道了。将来再也不要在他面前提起此事。是，大人。这紫灰枪，怕是再也拿不动了。我会寻遍世上最好的名医，一定能将你的手治好。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不救的。这是我找人去求来的上好金疮药，虽然没法医好你断了的手筋，但至少这些伤疤会好的。这么做你会好受些。你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让我答应你纳柳七七为妾，你又何必管我答应与否？你明知道，就算我不让你娶，你若执意要娶，又有谁能阻止得了？我们今天不谈这些。明天、后天、明年、后年，若是我一直都不答应你，我等你。柳七七等得了吗？宋念，你想要我怎么做？是我要问你，你想要我怎么做？我还有公务在身。沈安，你好自私！你这样对我，对柳七七公平吗？你以为你这样就不会伤到我跟他吗？让一个女人伤心，让另一个女人在等待中绝望。你这样做，无非就是为了让自己心里舒服些罢了。我明天再来给你涂药。听说少爷他去了好几次，可夫人就是不松口，少爷不好强求，这事儿就这么给搁下来了。柳姑娘，我知道你心里特别难受，我看这少爷应该也不会对夫人硬来的，或许我们得加把劲儿了。你们都要记住我的安排。南宫破，你是第一个要牺牲的人，你要让云公主相信归雁。归雁，哎，你的任务就是要得到云公主的信任，带小白接近她。小白，你看上去最弱小，抢青云石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
苏玉，你要用你体内圣火的力量将星云石放入船舵，把族人都带到船上去，一同离开无影谷。夫人，柳姑娘他们来看您了。夫人，这是柳姑娘给您做的药膳。柳姑娘知道您受了伤，亲自给您做的。柳姑娘知道她进门的事儿，夫人你有您的考量。其实呢，自古以来男人都是3妻4妾，更何况神府家大业大，老爷早就想少爷能够早点开枝散叶，只是夫人您一直没有动静。那是柳姑娘肚子里可是沈家的亲生骨肉啊！柳姑娘深知这样不对，可耐不住少爷的性子呀。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柳姑娘受委屈不要紧，可肚子里的孩子，这实在说不过去呀。夫人，其实柳姑娘进门的话，对你是好事。多个人陪伴，多个人分担。柳姑娘要是进门，少爷的事情就不用您费心了，这不是皆大欢喜吗？你们来就是为了说这个？啊，哪里，我们就是来探望探望您。既然是探望，该看的也看了，该说的也说了。二位请回吧。那柳姑娘进门的事儿，夫人。柳姑娘比你我想象中要聪明100倍，她想要的东西，就算我宋宁不给，也有的是手段得到。我答不答应重要吗？青儿，送客。夫人，荣敏先告退了。原来你们俩连孩子都有了。沈安，你这戏做给谁看？20年了，你终于忍不住亲自来了。我今天是最后一次给你机会，只要你说出星云石的秘密，我就给你自由，给你所有族人的自由。20年前，你就花尽心思要我告诉你，君弄云啊，君弄云，难道你要我再一次上你的当吗？你杀了我吧，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的。好，有骨气。我倒是想看看你的族人，是不是和你一样有骨气。你们谁告诉我星云石的秘密，我马上给他自由，绝不食言。闪开！闪开！都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！下去！我告诉你，我再也不想待在这里了。我要活！好样的！那你说说星云石的秘密是什么？我来告诉你。
谁抢回来？我们赶紧走！快点上船呐，要不然来不及了！走啊，船来了，给我开动！奎爷，今天不管是生是死，我们是守护者，我们的职责是守护华胥幻境，不要背弃我们的世界。小弟，你先上船。奎爷，你先上船，以后主人就交给你了。老弟，终于，快点往老爹走啊！快走！奎爷，快点往老爹走啊！奎爷。我听说你们在这儿热热闹闹的置办喜事，闲来无事，我也来凑凑热闹。你在等荣敏，不用着急，我派人缠着他说话呢。我想跟你好好聊聊。你在怕什么？你是怕我还在计较你冒名顶替我接近审案的事，还是你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是子虚乌有？你以为你和荣敏这样信口一说，我就会信吗？你以为我还会像往常一样，无论你在背后说什么、做什么，我都不去管、不去问吗？因为我骄傲，你就可以利用我的骄傲。这大红婚袍真漂亮，龙凤呈祥，沈爱是龙，你是凤。我也想放手，既然沈安不信我，既然他觉得他爱的是你，
我又何必苦苦强求这份得不到的感情？可是我回不去。我能收费吗？大夫说我再也握不住枪。即便我现在离开了这，我也什么都不是。刘七七，你抢了我的一切，沈安他毁了我的一切，如今你们又想让我看着你们成双入对，凭什么？既然你们把我变得如此不幸，我若是不回报你们，又怎么对得起我自己？刘七七，你记住，你可以把着沈安的人，把着沈安的心，但是这个名分，我永远都不会给你。这是你欠我的。师傅，这华胥引我大致掌握了。你做得很好，你学得比我想象的更快。再试一次，你就可以完全掌握了。可是，上次奏响华胥引，唐国公至今未醒。主上，这秘术华胥引，真的是阴毒至极吗？这还能弹奏吗？君服，那是他的选择，这一切没关系。唐国公是自愿留在幻境。唐国公那人志大才疏，却贪婪成性，一直觊觎着王位。要是他一直主政唐国，那天下迟早是刀兵四起。让他留在幻境中，与天下百姓是真正的福祉。是这样吗？君服，你要记得，我们救你，我们收留你，教你华胥引的琴曲，让你得以重生，得到华胥引的法力，不是平白无故的。你是我们的手，我们的剑，为我们所用。别人为你做什么，都跟你没关系。你要谨记。是。好好休息吧。哎，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？你还是什么都不记得？我也不知道你以前是什么样的。当我捡到你的时候，全身是伤，就只剩下半条命了。这个我知道啊。你还说捡我的时候觉得和你的一位故人长得一模一样，所以才救的我。是啊。
没事吧？没事。如今这只手，连一个茶杯都握不住。夫人，没事。好闷呐。夫人，不如我们出去走走吧。听说城里最近来了一个琴师，此人非同一般，可以解人忧愁烦恼。眼下在雀林城里，男女老少趋之若鹜，都觉神奇。不如我们也去瞧瞧吧。解人烦。多半是哗众取宠吧。天底下若真有这般奇人异事，何来如此多的痴男怨女？可是去试一试有无妨啊，就当出门散散心也是好的。夫人，这琴声真的好好听啊。谢谢琴师。下一位。哎呀，出来了。下一位。是谁呀？你可有烦恼？天下人，谁能没有烦恼？情能忘忧，天下的烦心事，无非是不能忘怀罢了。只要将它从心中抹去，烦恼就不能称其为烦恼了。若是能轻易淡忘，又怎么称之为烦恼？好，那就静听琴声吧。小心！呀！啊！哎！呀！快来人，保护夫人！快！保护夫人！夫人，快！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真好。多谢夫人相救，小女子君服。你为什么救我？因为你长得像我一个故人，太像，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？那我倒很好奇，他在哪儿啊？我能见他吗？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但当我看到你的那一刻，我又觉得也许他没有死。你刚才说你叫君服？
君服。是我师父给我起的名字，意思是轻若尘埃，一服即是。为什么是你师父取的？你父母呢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因为我之前受过伤，忘了很多事，应该说是忘了所有的事。是我的师父救了我，受我情谊，并给我取名字。其他的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山野村夫救来的女子，又为何遭人追杀？那些杀手武功顶尖，绝非寻常人等。你不觉得你这一切说辞都太过让人不可相信吗？我知道你是魏国的都督夫人，难道此刻你是在审问我吗？如果是我害夫人受了惊吓，你大可将我打入大牢。我能说的也只有这些。你误会了，我只是太希望你是我那位故人。可是你说他已经死了呀。是啊。